Hello，姐姐你好。雨桐你好，你们好，我是魏魏。你好，你好，你好。Hello。我叫朗子，然后这个是我搭档魏魏。朗子好，魏魏好。好漂亮，你好漂亮。我们是在这边，我们是在这边。好的，这边坐。好，那就这个场交给你们俩。我们两个实习生能力很强的。这玩意出来压力拉满。你们抓紧时间聊，我先撤。好。你是98年还是99？我是99的，99年，你是比你大一点点。我98年。04年。 04，这么小啊！04年就是21岁，哇，在跟我初入职场说一个年纪。但是我们3个站在一块，我觉得我们都同龄人啊，对啊，对啊，因为同龄人大家都是。然后今天你完全放心，因为我们收到那个反馈是刚刚收到，你要改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它只是一个昨天我们成交的一个给老师帮给你的一个预案。然后我们约定一个小的，如果你但凡觉得不太那个，你就给我一个 wink。我说我不太想聊，我就突然突发恶疾，我相信你哦，把我自己交给你了，必须的，信我。对，相信他就好。他们真的其实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很多共同语言。那你呢？我会旁听。哦，旁听，对，被记录。对，是的。哦耶，把朗子放在。记录一下采访前的感受是什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那我们等一下，坐一下先。开始了是不是？好，那我们调整。那我们休息一下，缓一下。休息一下，缓一下。大家深呼吸一下，不用紧张。孟雨桐真是连造型跟她刚出来的时候变化都挺大的。但他走进来那一下，我一晃神都没有太认出来，红气养人。造型变化挺大。最初的那个公众印象还是校园气，高马尾那个状态。毕竟也长大了。现在已经是霸总 style 了。对。我已经在出汗了，其实没关系。那拿2张纸巾过来好不好？你可以先拿来扇着风险。OK， 那我先拿着好了。我这单子给你。这不错，这好。爽。这到底是热的还是紧张？看哪里吗？不用，你就随意都可以。对，他4周都在拍。准备开始了。好。来了。Hello， 雨桐。Hello， 你好。你知道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是什么时候吗？是什么时候？就是不是在热搜上，也不是在任何的社交媒体或者网络上，在朋友的口中。你怎么知道？真的吗？是的，就是在我有一段时间特别迷茫的时候，然后我有一位朋友就跟我讲说，哎，你知道吗，薇薇，有一个女孩叫孟雨桐，她特别棒，她的生活也非常的丰富多彩。我希望有一天你也可以像她一样这么勇敢，这么自信，然后闪闪发光的做自己。然后我就去搜索了你，就是在几年之前，因为我们年龄很接近。对，我们年龄很接近。然后我觉得特别幸运的是今天。就是我可以坐在这里跟你进行这次采访，我也很幸运。对，因为我们两个境遇其实非常相像，我们都经历了一个类似说像职场综艺这样的节目。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综艺呢？当时我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市场部做实习，所以导演组其实找到了我，他就说你有没有这样的兴趣，也是在一个公司里面的市场部去实习，然后就有这样的契机。其实那个时候是很随机的一个缘分，对，其实就是刚好尝试了一下，然后最后就被 pick 了。哇，咱们也是有一个努力表现的过程，很棒，是狠狠的表现了一下。对，因为我刚刚其实也跟你提到，我说看了你的之前的那个综艺，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特别让你感到收获很大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人生经历，它是一个异于我之前人生轨道的，我没有想过会通过一档节目的形式有这样的一个求职的机会，并且我一直觉得人生里面的第一份工作、第一个老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能够近距离的接触这样子级别的老板，是我人生里面很难得的一个机遇，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很兴奋、很激动，一个是觉得还挺为自己开心的，认可自己，主动引过去了，能不能把握住？我觉得杨林卫的开场很好。开场的氛围预热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从职场综艺开始回顾也不错，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容易去讲共情的地方。那其实雨桐，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你现在都比较熟知，然后也对你都很感兴趣。那比如说我们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像你在你上一份工作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因为我其实有看到你的一些社媒 vlog， 对，然后我看你说你上一次在格力的时候，你是什么23小时不停歇的工作，你好像有发过类似的一些小小的一些这个社交媒体的记录。朗子，看他怎么回。wink 这个 wink 了，wink 了自己。进格力之后这段经历就是大家最想了解的，但是我就不知道有些问题他能不能回答。因为其实这份职业我在刚刚进入的时候还真的蛮好奇的，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神秘感的，可能日常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到的职业，所以当时的时候其实还真的觉得蛮兴奋的，因为其实我的工作的内容可能完全就是根据我的老板来安排，可能每一天都是开盲盒的感觉，你并不知道今天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你就是去了之后，收到任务，开一个盲盒，然后再收到一个任务，可能收到一个隐藏的盲盒，这样子，然后不断的去攻克关卡，然后挑战自己的过程，我会觉得还蛮好玩的。我其实之前有看到你的一些 cut， 就是说，当然大家都知道你舞跳得很好，但我当时是作为一个职场新人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片段，你知道，我当时很能共情你，就是我看到你被老板直接 cue 到台上，说让你当场 solo 来一段。哦，跳舞那一段很火。其实你是完全享受这个舞台，还是说其实自己也是有一点点压力，有一点小尴尬，但是因为老板而必须要完成？第3个问题，我跟你讲，我现在看到那个视频，我都尴尬的不敢点开。我说怎么有一个人可以艺成这个样子啊？然后在那边就是自己大跳特跳。然后我现在看到那个视频，我觉得好尴尬，我压根不敢点开。我会觉得这个人当时在干什么，又不能理解当时自己在干嘛，你知道吗？就会有这种状态。这朗子就怕旁边有个煽风点火，点赞机器，赞，继续。那你当时的时候其实也是稍微有一点尴尬，但是就是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也不太记得了，因为我感觉我好像跳了蛮多次的。对，跳了蛮多次的。对，然后我已经好像回看当时的那个过程，会觉得自己还挺搞笑的，就是一个很搞笑的小女孩，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对。就我觉得这问题还蛮温和，这很温和，很温和，这有什么不能讲的 ？OK， 那好，接下来我就疯狂 OK。哇塞，不行，我现在给你定了个基调，就 OK， 然后慢慢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尖锐，我们慢慢来。想问一下，因为你刚刚其实也提到自己很喜欢市场营销相关的工作，那之前的那份工作相信也是带给你收获满满的。那其实当时拿到这样的一个很不错的工作的机会，然后又做的是你比较相关、比较喜欢的市场相关的工作，其实大家对你的期待啊，包括赞许都很大。那为什么当时选择了可能去做另外一份看起来不太一样的工作？好，要到了。这个当中的一些转变和心路历程方面，跟我们分享一下。不太一样是指现在这份工作？对对。哦，我懂了，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对。为什么离开？关键的问题来了，就孟雨桐跟董明珠之间，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争议，这背后，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一些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发掘一下。其实我感觉就是换工作这件事情就跟情侣分手一样，它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妙的比喻，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我具体到哪一个大的事件呢？它其实都是很多事情累积在一起一个整体的因素。因为我感觉我还是属于那种主体性比较强。所以你是根据感觉去觉得我当下可能要做出一些调整，所以我进行，我并没有说完全理性的去分析。是的，利弊1、2、3、4。对，很巧妙的回避了这个问题，用了一个纯类比来回答。我不会这种，我不会就分析啊，这个是多少分，那个是多少分，然后这个东西给我带来了什么，那个东西带来了什么，我感觉我没有这个过程，没有，我是遵循内心感受，遵循自己内心的感受。对。就是这个太典型了，它端在那儿，就是必须要把它拽下来的。哎，你们怎么判断它是端着的？它没有任何具体的事实。全是类比，全是比喻。懂我的意思吗？
我会觉得我还挺能够感知到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的，我比较尊重和愿意去善待自己吧。那我觉得如果当时有这样的想法，那一定是要去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之前我们其实了解到，你上一次说毕业这件事情，其实是在离开上一家公司，就是毕业前。哦，我当时用的是毕业，是不是？我觉得这个词非常可爱。我都忘了。对我一直有在关注。都忘了。对，然后我们想跟你了解一下，当时毕业前夜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还是说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很自然而然、很平静的就发生了？刚才讲的，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情侣分手啊，类似这种选择，它其实是很多事情因素夹杂在一起，它不是说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事件成为一个导火索，或者说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我觉得这是没有的，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就是群英老师讲的表演提问是吗？哎，你作为观众，你得到新东西了吗？我问你个事儿，好像是没有啊。那不就完了，对吧？对，我其实了解了一些你的社媒，然后我发现你称自己为就是愿意不断经历、不断去感知的人。那这个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感知的方法，可以让你去经历和体会更多的事情？完全是。因为我发现你大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精力、高能量的女孩，你自己经历了非常多不同的这样的人生体验。孟雨桐讲到她自己主体性比较强的时候，实际我觉得再往下是有口子的，但是杨林伟一下子给截过来自己一长段的话，认为最后变成对方认可杨林伟说的东西。很宏观的，或者说可能有刚才错过了，大家只关心外界。那像你之前提到的15分钟的这个事情，其实你的15分钟已经到来了，很棒。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建议给到现在大家还没有来临15分钟的同学们？因为我感觉我其实没有任何资格给大家一些建议，只是说从我自身的成长经历来看，我会觉得这个15分钟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在台前很闪光，或者说是我一定要赢得世俗的成功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你在做自己感兴趣的时候，一些事情你获得正反馈的过程。那自然而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情。很简单的一点，你看他回答的时候，他一直在斜着眼睛，他其实是在警惕嘛。你正常说话的时候，我要真诚坦诚的话，不应该直视吗？他绷紧的。我是觉得他有防御的时候就会偏开，身体的逃离。那我们回到刚刚说那个职场的部分，我觉得大家都还蛮感兴趣的，因为你提到你的名字，可能大家与之而来的必然会联想到另外一个名字。哇，这个时候进入战斗状态了吧？微微一笑。那你觉得你的前老板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这个挺好的，这个挺好的。杨林卫其实是有意识的，话题聊走之后，他又给聊回来了，这点我觉得不错。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他的印象，或者说公众还是说偏向于刻板印象比较严肃，或者说是老板的部分比较严厉。对，但是她其实是很可爱的那种小女孩。就之前我在回那个珠海直播的时候，她有一天就是把我叫到她家里，她要穿着一个粉色的睡衣。粉色睡衣，你看，正面信息来了。给我包水果，然后跟我聊天，她在跟我聊的就是聊八卦。他就跟我聊这个八卦那个八卦，我觉得哇，好可爱的一种状态，就是完全跟工作里不一样的。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他非常真实的一面。我觉得他是很善良的人。终于有事实了。哎，细节，这个是宝贵啊，这个非常好。那你觉得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性格上的相像点，或者工作风格上的相像点和不同点？哎，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两个讲话真的还蛮直接的，就我会跟他很直接的讲，比如说我有什么想法。然后他也会很真诚的回馈我，其实很坦诚的这种沟通的状态，不会觉得我们是老板或者员工的关系会隔着一层。其实我会非常直接的跟他讲我的一些想法，然后他有的时候会觉得 OK 就可以采纳，就会比较尊重我的想法。哦，这些都是增长信息。对，而且就是作为女性企业家，她是真的有那种共情能力和对社会的责任心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学习的，而且是贯穿我一生的一个价值观的引导。所以我觉得她是我一生就是非常感恩的贵人和指路人的感觉。
对，像你刚刚提到的，其实我也是想跟你去探讨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你的前老板他在各个方面其实还是蛮赞赏你的，尤其是当时还给到你接班人这样的 title，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期待和期许，对不对？也是对你很高的一个赞赏。那我们其实是想问一下，当初你会觉得就现在来看的话，你会觉得遗憾吗？因为网络上其实会有一些声音，会觉得或许你留在这个行业深耕下去，你会成为第二个或者说更优秀的一位女性企业家。哇，这个问题蛮尖锐，上了一个高度，上了一个难度了。呀，你可以对我 wink。就是我觉得接班人这个 title 其实当时不是赋予我的，是就是老板他对于年轻人的一个整体的鼓励。公司很愿意给年轻人平台和机会，让你去发挥自己的长处。但是我觉得我说白了，我还是一个比较就是在意自己的内心的感受的人。我会觉得只要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那任何事情是大家可以去沟通的嘛。好聪明呀，这个回答。他应该这个问题他面临好多次了，都应该。可能在我的这个框架里面，我自己的价值体系里面，我其实非常知道我自己喜欢做什么，想要什么。那我其实只看到这个部分就好了。很自然的屏蔽到一些事情，可能会让我更专注在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面，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自然而然就自己做了，其实遵从自己内心的一个决定。那可能说像外界的一些声音，可能别人的评价只是一种他们自己认可的维度。又错过了，大家会关心外界的事情。我觉得他比和易立竞老师那次是有进步。那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气场啊！他现在有主场感，但是说太多了。但是他们那天就是为了气我。接下来，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觉得是我们俩其实都会面临到的。他自己知道问到不重要的问题，所以他都放松了，可以换着讲。他就知道这难关已过，太可爱了。像初入职场的一些年轻的女孩子们，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职场上不公平的对待，或者是另外的一些不同的声音。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的，或者你是怎么样去调试自己心态的？其实，首先，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幸运的那一个了，一直被大家鼓励和关爱着。对，可能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互联网做一个势能的放大，那我可能接触到的人都是有限的。但是正是因为有了互联网，我接触到的评价和认识我的人会更多。他们给我的反馈其实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制去整理自己，去看清自己。因为我一直觉得在人世间的修行，能够很正确的认识自己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评价和反馈，可以给我一个很好的认识自己的渠道。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去汲取能量，然后我不断的修炼自己，去真正的看清自己的欲望和恐惧是什么。然后我自己其实有一个排解的方法，就是我让这个痛苦穿过我自己，然后我就去做一些让我快乐的事情就好了，然后我就可以很快的转移注意力。因为我是一个忘性蛮大的人，我不会一直在反刍那个痛苦，或者是陷入一种漩涡里面，我很容易让这个东西穿过我的身体，然后打开散掉，然后我走出去，然后感受到更多的新的能量进来，其实这个事情就会被自然而然的稀释掉和化解掉。我觉得只有你自己把那个课题解决掉了、消化掉了，你才可以有新的成长，你才可以有2.0、3.0更新版本的自己。那其实我们今天采访的部分时间差不多，但是我有给你准备一个小惊喜。什么小惊喜？因为其实很有趣，我这2天在做功课的时候，我有看到。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孟雨桐，它是什么？有的人说它像玫瑰，因为我觉得它热情、浪漫、温柔。但我觉得其实向日葵更能代表你。谢谢，我好喜欢向日葵，就是向阳而生。我非常喜欢向日葵。天哪，真的有花哇！你们太贴心了，我很喜欢向日葵。我们就选了这个向日葵。哇，好感动哦！我觉得它的力量感很强。谢谢，我很喜欢向日葵。对，我希望你可以一直坚持这样走下去。真的很用心。就是我之前其实准备了一段很鼓励的话，或者很哭了，对，很激励的话。但是其实我今天跟你聊下来之后，我觉得完全不需要。我觉得你好真诚啊！我觉得我真的只需要把这束花交给你就够了，因为你自己其实现在已经处在一个很强大的状态。谢谢宝贝，抱一下。你只要加油，坚持下去就好了。谢谢。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态度的代表。但是一会儿真的哭了。哎呦，等一下，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谢谢。我们一起就是记录一下，拍张照嘛，好不好？定格下这个美好瞬间。好。向阳而生。好，拜拜，下次见，辛苦了。